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叮当狗，欢迎您回到我的狗窝哦。叮当狗5月去新加坡的时候，试了6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餐厅，可算是大饱口福了。这期就带着大家从南到北连吃这6家，从熟食中心到小资餐厅，鸡饭、炒粿条、肉搓面、虾面、娘惹菜、印度菜，种类丰富，美食当前，咱们赶紧开吃。第一站来到新加坡华人聚居地牛车水的芳林巴刹与熟食中心。这里有2家面对面开的必比登推荐美食，我们早上9点前到的。这2家店从一来到吃完离开，一直都有人在排队，可见是多么受欢迎。咱们先吃这家大华肉搓面，这个米其林必比登推荐的都是具有素质而且经济实惠的美食。新加坡熟食中心的食物，经济实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，关键就是要看品质高不高。等了10分钟，终于轮到我们前排看煮面了。这个下面的汤锅看着像是那种特殊定制的，分成了不同形状的几个格子，一格专门下面，一格烫生肉啥的，非常专业的样子呢。千呼万唤，我的肉搓面来了。我这碗是小份的，6新币。这肉搓面的肉搓呀，是潮汕话里肉末的意思，但面上面的料真的远不止肉末这么简单，有2个云吞，还有炸鱼脆片，是自制的。我吃面的时候就看到前面的桌上放了好多新出锅的炸鱼片。除此之外，有猪肉丸、烫得很嫩的猪肝和肉片。肉搓面秘制的酱汁都盛在碗底，吃之前给它搅拌均匀。拌面的时候我就发现里面还有我最喜欢的猪油渣。肉搓面里面黄色略宽的面有嚼劲，而且很容易挂汁。调味的话酸酸辣辣，带些泡椒的味道，辣味会偏重一些。早上吃真的超级开胃，有点类似小时候夏天我非常喜欢吃的腊肉拌凉面的味道。但这一碗的话滋味更丰富浓郁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离开新加坡一定会想念的味道。这会儿剪视频的时候真的馋得我口水狂飙。在牛车水这一带活动的话，真心推荐大家来尝尝。第2家就是对面的欧南园炒粿条面，同样是点了一个4.5新币的小份儿，2新币外加了血蛤，0.5新币加了鸡蛋，一共是7新币。这个炒粿条卖相上没有那么上镜，2新币另加的这个血蛤的量给的真的不少。这是叮当狗第一次吃血蛤，口感是弹脆的，这点倒是不错，但是没想到咬开来带着一股铁锈味，有点吃不太惯。炒粿条本身是很好吃的，甜甜的酱香味浓郁，粿条软嫩，豆芽很脆，现炒的很有锅气。下一家咱们离开牛车水往北走，来到中巴鲁海南旗鼓鸡饭。我去的是靠近索美塞地铁站的这家分店，因为距离等下要吃的虾面很近。这家店铺在商场里头，有冷气，虽然冷气不算特别足，但是比熟食中心会舒服很多。点了一个小份的海南旗鼓鸡饭，只要4.8新币，非常的实惠。拿到饭之后要自助打汤，拿蘸料和餐具。先尝尝鸡肉，名字叫旗鼓饭，顾名思义就是已经完全去骨了，而且我也没有看到鸡皮，都是极其嫩的鸡肉，什么酱料都不蘸，也很好吃。底下店的鸡油饭已经调过味，咸鲜的味道，我很喜欢这个米饭，感觉吸满了鸡汤，不会觉得过硬。边上配了带甜味的小菜，配着咸米饭吃，正好开启甜咸永动机。这个黑酱油膏是老板问过我要不要之后单独给的，咸甜口味，不能蘸太多，否则会咸。另外2个是自己拿的蘸料，黄色的是姜蓉酱，红色的是辣酱，蘸不同酱就可以变换鸡肉的口味，很不错。免费打的鸡汤盐味不重，挺鲜的，汤里的话会有姜的味道。去骨的鸡肉吃起来就是斯文呀，就算以后我成了没牙老太太，也能优雅的光盘这份美食呢。出商场接着奔向第4家，走5分钟就到大10家大虾面。这天踩着他们11点开门的点来的，到的时候门还没开，但外面的食客已经聚集起来了。赶上开卷帘门和开灯的那一瞬间，咱今天也算是吃上头锅面了。店铺不算大，但是很干净整洁，冷气足，在大热天吃热汤面也毫无压力。店员推荐的这杯青苹果酸梅4.2新币，我很喜欢，酸甜冰爽，超级解暑。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虾面，虾的尺寸有4种可以选，虾、大虾、大虾和季节性的大虾。咱特地跑来了，也别抠抠搜搜了。不说吃最大号的那么奢侈吧，高低整个22.7新币的大虾给它尝一下。还按照米其林推荐加了1新币的鱼饼和4新币的排骨，上来这4瓣大虾都带着虾黄，视觉上就很满足了。根据菜单上的推荐，先喝原味的汤，这金黄的颜色看着可以哦。喝一口，哦，可以的，汤很鲜，带着海鲜味，再加上辣酱试试，这辣酱比想象中辣很多，大家来吃的话记得下手别太重哦。
虾的品质很不错，鲜味浓，而且虾肉弹，有虾黄吃真的太爽了。鱼饼口感弹脆，也是很不错。不过这个排骨就一般般了，肉偏老了一些，不推荐大家另加。鱼饼口味倒是不错，可以加。这料多到面都看不见了。汤面的话有黄面、细米粉、果条这些可以选，也可以混搭两种。我选了黄面加果条，黄面没有想象中的有嚼劲，甚至有一点点粘牙。不过白色的果条爽滑软，倒是挺不错的。接下来2家必比登推荐店在叮当狗之前的新加坡旅游攻略里出现过，都是比较精致的店铺，也总结在这里啦。第5家位置在小印度，去的是这家多年的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店。用餐空间有3层，我们坐在1层，2层、3层的话需要脱鞋坐在地板上用餐，感觉很印度呢。一坐下来，店员就送了印度芒果酸奶让我们尝尝，小小一个球，又滑又可爱。这么一小颗怎么能过瘾呢？我们3个人又1人8新币点了不同的口味，分别是原味的、薄荷味的和芒果味的。3杯甜度都不高，薄荷和芒果喝得出是真材实料用新鲜薄荷和芒果肉打出来的，但没想到最好喝的竟然是原味的，奶味真的太香浓了。我们3个人点了个4人份的米其林套餐，140新币。先上来一份罗勒叶炸鸡，跟台湾盐酥鸡的味道有点相似，不过腌制的鸡肉香料味会相对更复杂一些。炸衣够酥，蘸这个薄荷酱非常解腻。这个套餐里有3种咖喱和1份蔬菜，我以为正宗印度咖喱会香料味太重或者太辣吃不惯，没想到调味是很适口的。中间黄色的是小扁豆咖喱，洋葱味浓郁，右边红色的海防鱼咖喱是唯一辣味比较明显的，中间是黄油鸡肉咖喱，奶香奶香的，还有番茄的微酸，我喜欢。最左边是菠菜泥土豆块，这就形成了一个荤素搭配的完美闭环了，不是？主食有1小桶普通印度香米，1桶藏红花香米，还有4片现烤的印度馕，麦香十足。一开始以为3个人这么多主食吃不完的，没想到咖喱相当下饭，3个人直接光盘4人套餐。这家店口味很容易接受，推荐给想尝试印度料理的宝子们。进门的时候看到这一墙木夹子我就很在意，结账的时候问了一嘴，店员立马热情介绍起来，原来这是他们家吃辣挑战的荣誉榜哎。吃辣挑战分10个等级，要在规定时间内吃完对应辣度的咖喱，而且不能喝饮料才算挑战成功。看这个夹子的数量，9级到现在只有2个人挑战成功啊！10级的宝座至今无人登顶。能吃辣的勇士们，快来这里留下你的姓名吧！咱们美食列车的最后一站就是这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店椰子俱乐部。餐厅分上下2层，上层用餐环境好一些，需要提前定位，下层是来店里有空位就能入座的。感谢朋友提前订了位置，我们这就直接上楼啦。这家店是马来西亚菜，看名字就知道菜品的主题肯定是椰子，最有名的是椰浆饭，菜单很精致，但是菜名嘛，一看一个傻眼，全是马来名。最后还是请服务员给推荐了几道特色菜搭配他家的椰浆饭。饮料点了一杯 Coconut Water Cold Brew 9新币，冷萃咖啡加椰子水，可以选择是否加椰奶，我的这杯是加了的，咖啡带着清爽的椰香味。另外9新币点了个椰子，价格比外面贵了接近1倍，但好在够新鲜，还配了把铁勺，可以挖里面像果冻一样的椰肉吃。菜品的话，前菜点了3个，一个娘惹小金杯16新币，油炸的小金杯金黄酥脆，旁边碗里是甜咸口的馅料，凉薯、卷心菜、胡萝卜丝、炒墨鱼干和虾肉。喜欢辣的可以淋上些红色的辣椒酱，组装起来小小一杯，怪可爱的。再来是一个4轮豆沙拉18新币，沙拉调味酸甜微辣，里面这个菱形的是生的4轮豆，我人生第一次吃，非常爽脆，配上鸡丝、虾仁，还撒了点花生糖，这复合的味道很开胃，我挺喜欢的。另一个前菜是手工做的欧塔乌达，6新币一个，用香蕉叶裹着混合了香料的鱼泥炭火烤制出来的，这家鱼泥里还有小块的鲈鱼肉，不过香料味偏重，不算是我的菜。3道前菜都是味蕾新体验，下面这套24新币的沙爹鸡肉串，这我熟啊。炭烤的鸡肉有烟火气，涂上甜甜带点奶香的花生酱，一口下去就确信自己真的来到东南亚了呢。这时候服务员端了个饭锅，开始上椰浆饭了，饭会被放在每个人各自的盘子里，饭量可以自己跟服务员沟通，随饭都会搭一个溏心的煎鸡蛋，一份马来三八酱和花生米小鱼干，这一套是9新币。这个椰浆饭不愧是他家的必点，放到盘子上就是一股椰香扑面而来，泰国香米被奶乎乎的椰油包裹着，好吃，拌着蛋黄更是绝。吃椰浆饭配这个36新币皮脆肉嫩多汁的辣炸鸡，一吃一个不吱声啊。接下来是这个38新币的烤澳洲羊腿肉，上面小小的高粱爆米花可太可爱了。看视频也能发现，
用椰奶和香料腌过的羊肉是非常细腻软嫩的，上面是薄薄一层羊油，增加了油润感，边上还搭配了小腌菜，可以解腻。最后还有一道虾汤炖蔬菜，16新币，有卷心菜、豆腐皮、蘑菇木耳等等，也是甜咸口的。吃到这里，各位不难发现，这马来西亚菜很多都是带点甜味的，我这个苏州人倒是挺适应的，不知道北方的宝子们会不会有点难接受呢？最后收尾整了2个甜点，我都很喜欢，一个是炸香蕉冰激凌，11新币，裹了面的香蕉炸得外表酥脆，里头甜软，搭配菠萝蜜冰激凌，绿色的是自制的斑斓咖椰酱，我特别喜欢斑斓叶的清香。第2个甜点真心大爱，马来西亚的传统甜品尖蕊，9新币，外加5新币就能得到一大球猫山王榴莲，榴莲杏仁狂喜呀！绿色的是斑斓叶染色的绿豆粉 jelly， 口感 QQ 的，下面是一大球刨冰，最底下是棕榈糖浆、红豆、椰奶和蛋奶，大家来的话千万别错过。好了，这就是叮当狗在新加坡吃的6家米其林必比登推荐店，还得是米其林啊，跟着老大哥的推荐走，不踩雷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，我是叮当狗，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订阅哦。